大家好，我是心怡。虽然今年的开年并不那么尽如人意，但是越是这个时候，我想越是要认认真真的过好每一天，充分发挥自娱自乐的能力，在细节中找到快乐。去年的面食系列视频里做到了蓬松面团里的酵母发面法，那这个视频就承上启下，一方面回顾一下酵母发面，另一方面讨个彩头，看看怎么样把馒头变成面粉版的发糕，也就是枫糖糕。先揉一个基础的馒头面团，水分占面粉重量60%左右，揉面比较轻松。300克30度的水加6克糖和6克酵母，配上500克中筋面粉，成团后一分为三，1/3做个馒头。馒头的做法我这里很快带过，如何做出因人而异适合自己口感的馒头，可以参照我之前的视频。今天额外揉了一些葡萄干和松子在里面。大馒头做好之后，敞开静置30分钟到1小时。第一个试验也取和刚才馒头同样质量的面团，我们来想办法把它做成面粉版的发糕。除了发酵粉、泡打粉，鸡蛋也可以使面团蓬松。诀窍是要把鸡蛋快速抽打，目的是把空气打进去。打的时候先慢后快，当然用手打会比较辛苦。如果用机器打更加省力，也是要先慢后快。加入40克的黄糖或者黑糖和15克的黄油。如果你希望少加一些糖，那这里可以增加一些洗净的葡萄干或者切小的枣子来增加风味。加入面团，捏大约5分钟后，它就会变得稀稀的。充分搅匀后，加入一个加了烤箱纸的蒸笼或者是抹了油的容器，然后开始醒发。醒发的温度最好在25摄氏度左右，如果室内比较干燥，还可以盖块湿布。醒发的时间和温度湿度有关，大约需要1个小时。我们还有1/3的面团，再来做一个实验。记不记得前几个视频提到过有力的蛋白质网络？我们就来试一下能不能打出筋性，来做出暄软的松糕。加入同样质量的糖和黄油，这次我们不加鸡蛋，用甩和揉的方式来创造筋性和气体。面团加了糖以后会变得很湿，但是没关系，把它抓起来，一边甩一边揉。刚开始会比较困难，很粘手，但是5分钟后就开始起了筋性。再过15分钟，面团已经揉透，而且使上了劲。只有形成有力的面筋，才能够包住发酵的气体。有了足够的气体，糕吃起来才会松。面团上劲光滑后，同样也放在铺了烤箱纸的蒸笼里，或者抹了油的容器里。醒面的时间、温度和湿度和前面一个面团基本一致。一团面，我们做了馒头，做了鸡蛋的发糕，还试验了靠摔打产生筋性而做的发糕。蒸锅里的水已经开，蒸汽已经很足，现在开始来蒸。上笼，关上盖，转成中小火。蒸制的时间要看面食体积的大小，我这个是6寸的蒸笼，大约需要25到30分钟。如果你做的发糕加倍是8寸或者10寸的，那就要蒸40到45分钟。蒸好后熄火，等待5到10分钟。这时候厨房里已经香喷喷，奶香十足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尝一尝。先来看一下这个最基本的馒头，它的水量是面粉质量的60%，揉起来非常顺手。做馒头的时候，面团揉透了，也上了劲。看一下气孔均匀，压一压，弹性也很足。尝一尝，层次分明，是一个口感松软又略带嚼劲的好吃馒头。再来看做起来比较轻松的鸡蛋发糕，切开的时候闻起来就特别香。
但是气孔显然就比较少，没有那么松软。压一压，弹性很小，不免有点失望，但是闻上去还是好香。我们来尝一尝。掰开的手感是松软的，味道香香甜甜，还是很不错的。它的做工比较轻松，我觉得它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。如果下一次我再要做省力的发糕，会把所有的材料一并用电动搅拌机把它搅匀，完全省略馒头成团的那道工序，我想效果会更好。现在来看第三个靠打出来的发糕。这个发糕摸上去就好有弹性，因为我们揉透了也甩上了劲，所以气孔均匀，非常暄软。我们来压一压，弹性好足，香气四溢。快点尝一尝，入了口一下子就停不下来。这个面粉版的发糕，也就是枫糖糕，它的口感介于甜馒头和蒸蛋糕之间。一方面，糖和油使得发糕更加松软；另一方面，很稀的面团靠不断的摔打也摔出了筋性，面团暄软有弹性，吃起来松松的。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疑问，用米粉和面粉做出来的发糕有什么差别呢？米粉中的蛋白质和面粉有所不同，所以它并不能形成面筋网络，所以面食做出来没有延展性和韧性，依靠的是淀粉的糊化使其松软，做出来的发糕大大的，而且会开花。用面粉做的发糕学名叫枫糖糕，它的特色你已经看到，松松的有弹性，和米粉做的发糕正好相反，它是不开花的。如果有一些开花，就是发酵有一点过了，今天我就是。另外，尤其是冬季，醒发的温度最好在25摄氏度。如果室温比较低，可以预热一下烤箱到25摄氏度，然后关闭，加一杯热水放在里面，或者也可以在微波炉里放一罐沸水，然后关上门醒发，既能保温也能保湿。